比特币产量减半，只剩5万区块。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去年我们在2万下方抄底的筹码重仓到现在，那最近的交易计划怎么利用配合产量减半的时间来观察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不要去等产量减半的时候才去买比特币哦。它每一次历史上底部的时间跟产量减半的时间会提前1年。19年的1月份，比特币触底，然后它产量减半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5月份，是不是提前了1年？16年比特币产量减半是在7月份，但是它真正的底部是在2015年的1月份，所以底部也是提前1年。那现在目前的比特币这一个底部的区间已经是脱离，接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刚刚提到的，就是目前的箱体区间，有可能这个位置全部都是在箱体区间，就类似2015年的这个箱体，或者是2019年的这个箱体。因为时间周期其实你要去掌握，如果是真的有些朋友，我相信是很多空方朋友错失了这个区间，那现在还是站在空的一方，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很像，他是觉得这个高点就是高点，会在有一个5浪的下跌，说是这样的，是1、2、3、4、5，我要给它否定掉。等下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形态是不一样啊，要怎么来观察的，以及这整个时间周期，其实尽量去观察历史上的时间周期。15年底部触底，它到16年7月份的时候，这边也是有一波拉升，就是这个位置脱离的底部区间，有可能目前的箱体震荡就是为了继续集结啊，集结出力量，后面有可能才会继续进攻，或者是19年的1月份比特币的底部，一波进攻，主力的资金也会打光的。它在这种区间里面震荡，目的为了什么？一点是为了清洗下方底部买的筹码，要在这个位置清洗干净，让很多多方的朋友怀疑比特币真的要再下去，或者是上方的一些套牢的筹码，在这个位置重新清洗，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多方重新集结，就像部队在打仗，你不可能长驱直入，一直深入的话，要用多少的资金，要用多少的后备后勤保障，才有可能就是长驱直入啊。所以历史上每一次产量减半的时间，2015年比特币提前产量减半1年的时间见底，见底完以后，第一波主力进攻完以后，在这个位置它需要多方的力量重新来集结，集结完以后才会在这个位置继续进攻。那目前的位置，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现在是已经攻上来，攻上来这个位置需要多方力量重新来集结，目的是为了清洗下方买入的获利筹码，还有一点就是上方套牢的筹码，需要这个位置把它重新给清洗干净。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里面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它这一波进攻，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主力第一波进攻的时候，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基本上是从-50附近直接干过这个零轴的区间，来到这一个接近正50或者正60的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比特币触底，这个位置比特币触底，还有15年的这个位置比特币触底，第一波进攻直接从-50，这就是多方主力很明显的一个表态，直接拉到这一个接近正50或者是正60的一个位置，包括15年底部也是一样，第一波进攻或者这个位置进攻，直接把整个波浪趋势指标干到这个正50附近。历史上的底部其实也可以观察这个波浪趋势指标，一般来到-50下方或者是-60下方，2022年的底部，或者是2019年的底部，或者是2015年的底部，每一次这个指标都是来到-50下方的位置，底部就是底部，而且时间周期也是有高度参考性啊，都是3年到4年。那现在已经上来完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几个重点啊。一个重点是它这一个零的多方区，在15年的时候这个位置零的一个多空平衡区也是过，或者19年的这个多空平衡区也是过，现在的一个多空平衡区也是过。不过它在这个位置现在是50跟60上方，还没有上去啊，有可能就是短期浮盈的筹码是有
一部分获利筹码，在这个位置重新需要清洗。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历史上来到50跟60以后，只要它指标死叉，一定要尽量去找这种压回的买点。而且我们观察这2条均线图，一个是200的均线，还有一个是300的均线。目前的计划，我个人观点就是，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现货，一定要给我重仓买。现在是压回来这个200的均线有支撑，其实下方还有一条300的一个均线，在周线里面，历史上支撑力道是非常的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次其实也是达到这个接近300的位置，后面有一个 FTX 交易所崩盘，历史上很少去跌破这个周线300的均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它也是死死的撑在这一个300均线的一个支撑区，还有15年的一个这个位置，估计也是黑天鹅事件，也是撑在这个300均线。所以目前也是一样，就是当时破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的位置。一般大跌的低点都是恐慌筹码在下的位置，别人在恐慌，我们就应该要贪婪。其实波浪趋势指标有一个重点是这样子我们去留意一下历史上它几个多空平衡转折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突破完以后，是不是在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有一个转折，而且连到前面的这个波浪趋势指标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质押转换的位置。如果我们连一条直线过去观察，它可以达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2020年或者是2019年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重要的多空平衡支撑区，还有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其实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多空平衡区。那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也是上一次就是这个 N 型高位的一个区间，就是这个区间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区，可以贯穿长达接近10年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则报道目前比特币产量减半倒计时，区块只剩下5万块，而且这边有初步估计一个时间是在2024年4月22号，所以时间已经剩下不到11个月，大约是330天左右时间是越来越近。那要讲一下这2个形态，有些朋友是觉得这个位置比特币反弹的一个高位，现在比特币上涨的一个高位，我是用上涨的语态，不是用反弹比特币目前就是牛市，这个高位很多人是觉得会重演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重心，这个位置重心1根、2根、3根、4根、5根、6根，每一根重心的实体都是在下移。那在这个高位，如果看这一根 K 线的人，我相信应该是不是实力的技术派。看到一根下跌，没错，它是一个空方吞噬。第2根重心有马上下移嘛？现在是再来2根。这一周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这一根 K 线重心会下移嘛？下移也没关系，其实真正看的 K 线是应该要看这一根想跟大家聊一个知识重点，主力进攻的 K 线是在这一根，不是在这一根从这个位置开始，有跟朋友们判断过，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奔走型整理，整理的形态有几种，3到4种。实体的 K 线涨上去，如果是强势整理的结构，它会在这一个开盘价上沿来整理，这种是属于一个强势整理的结构。更强势的一种整理结构，一根进攻的 K 线上去以后，它会直接一个往上飙的整理形态，或者是类似一个上升楔形，它会重新再压回到这个开盘价附近。这2种是相对比较强势，像这种整理结构就类似一根上涨 K 线，它会再压回来。所以这一根 K 线，我的观点是它是整理 K 线，不是进攻的 K 线。真正进攻的 K 线就是在这个位置。很多人又在恐慌的时候，当时是希望朋友们要站在硅谷银行的对立面。硅谷银行倒闭，钱要流到哪里？不相信那一些旧金融系统，那就来比特币下面全部都是底部。那还有2种整理形态，一根进攻，洗盘洗到这个一半位置；还有第4种，一根进攻，洗盘洗到开盘价附近。那现在进攻的 K 线，我是在判断这一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重心，在整个区间里面，有几周收盘的重心收在这一根 K 线的上方。这一根我们忽略不计从这一根开始算，1根、2根、3根、
4根、5根，这5根收盘重心全部都是在这一根进攻 K 线收盘价的上方。那收在下方的有几根？1根、2根、3根。所以我的观点，目前的这个位置整理的形态也算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形态，而且它连一半目前都还没有去摸。跟这个位置的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 K 线是一根进攻的形态，2根、3根直接破了这个低点，所以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不一样啊。目前是看涨的一个结构。最后还是一样，给一点我们的 YouTube。